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今天終於見到了習近平，完成了他扛書莽秀政習會。但是今天的動作非常的奇怪，他已經完全的配合習近平。你今天要所謂的一個中國的9·2共識，我講了；你要我講反對台獨，我也講了；你也講說兩岸同屬中華民族，我們不得讓外國勢力來介入，不當外國勢力的棋子啊，我也都講了。等於說我完全已經配合你中國的主敘述，這個主敘述就是兩岸就是內政事務，這兩岸的問題由兩岸人民共同來解決，外國勢力不可以介入。可是沒有想到，今天他卻不一直的被穿小鞋，一直被難堪的對待。怎麼樣難堪對待？我們來看這個畫面，這個太奇怪了。過去我們看到了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進到了中國，你至少你有個黑頭車，你有個紅地毯。這一次鄭麗文去完全沒有，你跟大家一起都搭着小巴，搭着小巴也沒有關係。但這個角度，這個畫面太奇怪了。本來今天國民黨是講說他們要在10點見面，就沒有，突然改到了11點。改到了11點，這1個小時的空檔，你知道鄭麗文在幹嘛？你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他這1個小時尷尬的畫面。他1個小時前10點就被叫上車，叫上車之後沒有告訴他到底要幹什麼，也不知道要幹什麼，他就一個人孤零零的在那邊哭哭的等待的1個小時。有這樣子對待另外一個重要黨派的領導人，有這樣子的待客之道嗎？甚至當這個鄭麗文在國民人民大會堂裡面，他這個演講講到一半的時候，就開始感人趕到連 BBC 都用頭條來報道。也就是說，今天鄭麗文已經完全配合中國，已經伏低做小，已經完全都配合了。而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要問的是，習近平為什麼還要羞辱鄭麗文？好，我們今天請到5位來賓，對大方首席的財經專家黃宗聖，大家好。好，電子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強，大家好。好，第3位是資深媒體人張宇軒，好，第4位是戰略專家李登輝，大家好。好，第5位是資深媒體記者蘇慧源，大家好，大家好。好，所以我们刚才講的是，今天這個畫面，真讓我太驚訝了。就我們剛剛講的，他這段時間扛書莽秀，我最想的幹嘛？我就想要去政協會，為了政協會，他完全的配合哦。在國內，我們講的立法院本來要審了這個所謂的國防這個預算，我不審了，總預算我也不審了，我用盡一切的手段，我要討好這個習近平，討好習近平以後，我就去到了中國，習近平要我說的話，我全部都說了。對，結果今天剛剛講的這件事也太難看了吧？11點的見面，我告訴你10點見面，10點見面叫你提早的上了小巴士，提早上了小巴士之後，我就讓你這樣尷尬的，你是中國國民黨黨主席，就這樣一個人坐在，而且還會讓外面拍。對，你其實共產黨是可以不讓他拍的，是的，共產黨是可以讓他在飯店休息的，共產黨事實上他可以去躲起來的，沒有。我就是故意羞辱你，在大庭廣眾之下。沒錯，我們知道共產黨在對待所謂的外賓來賓的時候，他都有他的規格跟他的章法，他怎麼對待你，或者怎樣來這個讓你在什麼地方見面，都有他的格式。我們不是講過嗎？當時的這個習近平到這個白俄羅斯去訪問的時候，當時的這個他們的外交部長還要在那邊說，我們踏幾步，什麼聲音響起來，是不是？對，中國是很重視這些東西的。對，所以你只要看那些細微的資料，你就知道說他們怎麼來對待這個鄭麗文。所以說，中國的賓司是有一個是不容許任何差池，不可以有任何錯誤。對，所以怎麼可能說今天出現了開會的時間差了1個鐘頭，還讓鄭麗文在上面空的？沒錯，今天呢，習近平見這個鄭麗文的地方在東大廳。東大廳來說，事實上是規格不錯，而且他還有包括說王滬寧等等陪同，對他是不錯。可是問題是，他的問題就在這個地方，他偏偏就出了很多小動作讓你看。什麼小動作讓你看呢？他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台灣傳出來說是10點要見面。可是10點見面的時候，我們看到鄭麗文就上了這個車，上了車，他就一直在那邊坐到最後呢，怎麼10點又沒有來見面？後來是11點，他們才說新華社的快訊說，習近平總書記要會見中國國民黨的主席鄭麗文。好，所以呢，他就坐在那車上面來說話。王姐，讓他坐，明明你就要11點見面，你為什麼10點讓他上車？上車之後呢，我跟你講，他上了車就坐在車上。坐在車上的時候，中國也是有辦法，就把門關起來不讓你拍啊，或者把車開到什麼地方去，他就沒有，就讓你拍，一直拍他這樣一個狀況，拍他一個狀況，你看就出現了很多畫面，然後他在那邊這樣看來看去，而且你外面是有服務生的，是門口站了2個人哦。對，如果你今天要保護鄭麗文，或者你要讓他尷尬，第一個你門可以關掉，第二個是
你可以阻止別人不要拍啊。對，好，就讓你這樣子，是在那邊這樣晃，然後他就出現這樣的動作。不是，你不覺得這很像動物園嗎？對，這不很像可愛動物園區嗎？讓他一直看的時候，然後後來才有很多照片，看起來如果在那邊城市的时候，很像是深宫怨婦在等人這樣一個感覺。好，反正就讓你這樣子一直不斷让你拍很多這樣的畫面，好難看哦。對，然後進到這個東大廳見面的時候，見到沒多久的時候，當然了，開始要講話。這個習近平講完話之後，曾麗文講到一半之後就咔。停止，咔幹嘛？為什麼不讓你轉播了，就讓你出去了？他也沒有多少字是他那個1000多字，1000多字用我現在這樣的語速，大概幾分鐘我就把你念完了耶。對，結果連這個都不讓他念，對，沒多久之後就這樣趕走了。對，習近平就死。導播，我們再看剛剛的畫面，你現在再講講，對不對？你會發現那個鏡頭這是什麼？這被推開的。對。這個你如果一般來講，我這個鏡頭，我就突然往下，代表有人把你推走。對，你是在非常匆忙的狀況下，你的攝影機才會出現那種亂七八糟的影像。你看啊，這個什麼動作呢？這個曾麗文在講之後，如果你仔細看，習近平跟王滬寧他們兩個同時間都轉過去，這樣走開，就走開。你看他們兩個呢，同時這樣就要走了。就走了，對，所以是他們說，夠了，可以離開了。所以習近平擺一個臉，王滬寧擺一個臉，然後那個攝影機就被推走離開了。所以顯然他們就是這樣子。好，那當然，為什麼你會覺得說很奇怪，對不對？因為第一個，鄭麗文都說了習近平想要說的，包括說9·2共識啦，然後什麼反對台獨啦，不容外部勢力干涉一大堆的這個事情。那為什麼中國還會對他這個樣子？對啊，為什麼？中國其實某些程度給他高規格了，因為我就講在東大廳裡面，然後王滬寧還有這個蔡奇陪同，對，這都算是高規格。但是我還是出了很多小動作。我跟你講，這個重點就在這個小動作。寶傑，你知道嗎？中國就是出現一個小動作，譬如說，你看當年鄧小平跟這個柴契爾夫人在談判的時候，他就故意吐一口痰。你說在柴契爾面前吐痰？對，吐一口痰，他就是故意。這種小動作才是真正之精髓所在。因為當時柴契爾夫人講到什麼？他說，現在香港已經被我們打造成這個東方明珠，對，打造成東方明珠，你最好不要拿回去，是，我們會好好的來幫你管這個香港，對，這樣子，而且你們會得到很大的利潤，對，聽着，鄧小平什麼也沒說，啪的一聲就吐進去了，對，所以吐痰以後他就講，我們中國人不管花任何代價，都要把香港拿回來，對，所以我才說這些小動作才是真正精髓所在。那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動作？很簡單，我就讓你等，你等我嘛，你等我的意思是什麼？我是上，你是下。那我什麼時候要見你來說？我等老子我有空我再見你。對，我什麼時候要見你？明明傳出10點，或許他真的跟他講10點，但是我11點才有空，讓你等1個小時。對，那故意讓他等，當然故意讓他等。那讓他等的時候，我就看，你來的時候你還是乖乖的來了嘛。因為我今天認識一個非常懂得權力運作的朋友，他跟我講。這根本就是對鄭麗文的一個馴化過程，而且這是一個選擇的過程。因為鄭麗文我也不認識，你雖然對我表達非常的忠心，可是我怎麼知道你內心在想什麼？所以我就故意給你難堪，我故意讓你我剛才幫你穿小鞋。如果我讓你這麼難堪，我幫你穿小鞋，導播注意到，當我讓你難堪穿小鞋的時候，你進到東大廳，你看到誰？鄭麗文還是滿臉笑容，鄭麗文還是完全的配合習近平要的東西，我全部都講了，這代表什麼？你通過中層考核了，對，你通過測驗了，對，你是什麼忠心的狗了？對，就是無論如何你見到我，你都非常開心，這個就是這樣的意思嘛，哈。對呀，所以我跟你講，訓犬師都這樣子，這樣就是確定了，就是我某些程度來說，我用這樣，我學過訓犬的，訓犬就是這麼來，這麼回事，是沒錯。所以你就知道，經過這樣之後呢，鄭麗文回到台灣來說，當然就會為什麼要走開？可能就是他們有一些交辦的東西嘛，不能夠再拍了，我們走開，我們有什麼事情要跟你講嘛，就這樣一個狀況嘛。那後來回來他會執行怎樣一個狀況，我們就緊接着看。那你就知道，經過這樣一個我雖然表面上給你高規格，但是用很多小地方來考驗你，來測試你。那我看起來的話，這個鄭麗文應該是通過了中方的測試。好，所以宇軒，我今天看到這個東西，我剛剛講，我一開始想不通，剛剛講，來者是客，而且我也給你這個說你要的東西，你要講的東西，剛剛會講的，包括了9·2共識。9·2共識現在剛剛講，你只要不講一中各表，你就是一中框架。一中框架裡面你還反對台獨，第三個你就反對外部勢力的介入，不要當國際棋子。這都是完全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主敘述哦。他現在就是要拿這一套，把台灣變成內政問題，把台灣香港化，把台灣西藏化。台灣只要香港化跟西藏化之後，他打台灣，整個外部勢力不能介入，他就如鬥地尼蓋一樣。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幹嘛還要去羞辱這個所謂的鄭麗文？我今天那個朋友跟我講的，我覺得真的太精彩。他說，你要搞清楚哦，現在他已經不要一個對等的朋友了，我要一個在台灣島內執行我政策的人，
這個政策的人，他要不怕苦、不怕難、不怕羞辱、不怕任何代價、不計任何的毀譽，他就是要執行我的任務。今天鄭麗文完成了，我今天這樣羞辱你，你還這樣子笑臉迎人，你通過了。寶來哥，在他們看來，這不叫羞辱，這叫做符合身份做的事情。符合身份，這就是鄭麗文的身份嘛。首先第一件事情，主跟客這個定調很清楚。你看到的是說，共產黨跟國民黨黨主席共同的在一起協商會面，這個叫做平等對談。不好意思，那就是過去式。鄭麗文這個黨主席，他只做一件事情。來，習近平叫鄭麗文叫什麼？叫他鄭麗文黨主席。你知道鄭麗文叫習近平叫什麼嗎？叫他總書記。叫他總書記，光是這個就是沒搞哦。因為你過去看馬英九跟習近平在對談的時候，他們互稱什麼？先生、馬先生、習先生。因為溫冷也被橋北奪，這個才就是說台灣的國民黨跟中國的共產黨來進行對談。但是鄭麗文一進去之後，馬上跟他講說：“哎呀，這個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之下，哎呀，我中國呢徹底完成了全民脫貧。”所以這一段話的前面那個才是重點，後面那個脫貧當然是我們講的偽後然，沒有存在這件事情。再來第二件事情，我跟你講，我們講等，對不對？我講更好笑的是什麼？鄭麗文等了2個人。首先第一個人他上那個車，對，你只看到的是他在車上晾了1個小時等習近平。對，不好意思你鄭麗文是堂堂今天的最佳女主角，對，習近平是男主角。結果鄭麗文被叫從飯店摳出來，上了車之後，他等誰？他等一個中國不知道名不見經傳的代表，這才是重點哦。是鄭麗文先被邀請上車之後，等於是中國通知他上車之後，代表團隊上車之後，結果那個中共的國安人員突然冒出一句啊，那個誰誰誰有一個誰然他還沒來，我去等他一下，然後他們的國安人員不，人就跑走了。那跑走之後，鄭麗文就在車上，然後打蚊子。我不是在開玩笑，而且沒有人告訴他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嗎？沒有，完全沒有，沒人跟他講發生什麼事，完全沒有，理會都不理會。然後他就開始在那邊唾面自乾，說我是晴天娃娃，你看，哎呀，這個天氣今天多好啊，哎呀，你看就這個事啊。然後開始抄起中國口音，然後呢開始你看我，我看你，然後最後面呢尷尬到不知道幹嘛，然後還只好跟媒體記者打招呼。那記者閒到無聊跟他說，主席跟我們揮個手好不好？鄭麗文說，那邊嘛，他跟攝影機揮手，在車上揮手，對，他跟台灣的同胞揮手啊。他不知道他現在的狀況非常難堪嗎？對，他連他自己基本的處境都搞不清楚，他不知道說他現在變成動物園的那個娃娃了嗎？他引以為豪。这寶傑哥，所以我們講這是認知不同嘛。你的認知是我跟習近平橋北多嘛，他的認知是我以一個省長的身份，或者是一個區域黨代表的身份來去會見我們的主席，會見我們的總書記，我當然感到光榮啊。所以你知道嗎？等到後來冰冰涼涼的那個國安人回來，帶着一個女生，然後那個女生是中國的人，不知道是國台辦還是哪邊的人，然後他就說啊，剛剛我那邊有點事，有事。然後你知道那個國安說什麼嗎？理論上來講，應該是跟鄭麗文說啊，不好意思，讓你們久等了。他們說沒事，然後頭也不看他一眼，直接我們講魚貫上車，中共的那邊的人就開始魚貫上車，對，然後上完車之後車才可以發。這代表什麼？你知道嗎？他們知道11點。他們中共的這些人，雖然這些人知道11點，對，但是我就是故意讓你鄭麗文上10點的車。如果你要做到卡水虧的，你也可以讓中共的人先上車，大家一起等。可是你居然讓鄭麗文等，讓中國人在外面休息。對，沒有錯。我跟你講，更尷尬的，你知道是什麼嗎？來，他都是有安排的。10點鐘那時候本來跟國民黨講10點嘛，那時候包括李乾龍，包括張榮恭，包括蕭旭岑，所有在下面一整排3、6、9等，這是什麼？在旁邊早就已經引好，在等鄭麗文。鄭麗文大概什麼時候呢？10點5分到15分左右，那時候才下來，然後再安排他們上到車上去。結果中共的官員如同來寶傑跟你講的，他們是最晚一波才上去，所以從頭到尾那時候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很奇怪因為那時候聊天室裡面就是網絡上的有那個直播嘛，有繁體字也有簡體字，簡體字的人都知道什麼，11點才開始，不用的，真的，我發誓，他們就講11點才開始。我想說，為什麼你們知道11點才開始？可是他們不是都在中國嗎？他們也沒有訊息。對他們這個情報怎麼做的？就刻意放出來。我講白了，哪一個中國的無聊的人會在這時間點翻牆過來看台灣這邊直播嘛？這道理很簡單嘛，肯定是他們那邊自己有在操作的嘛。鄭麗文已經為你這個所謂的乾校犬馬知道嗎？我以前都不懂什麼甘為犬馬是什麼意思，我現在看到鄭麗文，我就完全了解什麼叫甘為犬馬。我都已經甘為犬馬了，而且我在台灣剛剛講到的國民黨，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完全配合哦。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是剛剛講，我已經把你的軍購這個法案我也擋了。總預算我也擋了，不但是現在擋，我下個禮拜馬文君又把所有的時間點全部都搞掉了，我就是完全配合你。
這還做得不夠嗎？寶德哥，這個我倒是要對你有不同的意見跟看法。首先，你想要說中國國民黨到底是配合鄭麗文，還是說這個鍋我不要沾，我閃得越遠越好？我想打上一個問號。我給你幾個條件。第一個，國民黨現在到底有沒有黨軍購？他是不是跟你講說，我下禮拜排考察，對啊，我排這些有的沒的什麼考察，我們講探討伊朗的危機，就不是哦。15、16號明明是排別的案子，就當鄭麗文一見完習近平之後，國民黨中央的發言人劉許敦突然跑出來說：“沒有啦，我們15、16號，我們希望軍購能夠趕快的審查，我們也希望能夠協商啊。”排，突然間見完之後，國民黨這邊又排進去。我覺得這需要觀察，因為我剛剛講，他在他習近平面前可能是個狗。可是他到了國民黨前面，他可能是頭狼，狼跟狗可以隨時改變。我告訴你，今天我覺得習近平找了鄭麗文，我剛剛講，我已經對你忠誠測試，忠誠測試，你如果是我認真認為非常忠誠的狗，我是會給你權利的哦。對，你狗是要幫我咬人，我是可以給你糧食的哦，我會給你餅乾的哦，我會給你甜點的哦。那這個東西他手上有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哦。而且你知道今天排的是誰？排的是馬文君的哦。也就是我覺得國民黨本來就有2股勢力，一股當然是龍許廷，你還年輕，你還有前途，你還有未來，而且你過去的留學的背景，你可能比較親美。可是你要看到了馬文君這一派，尤浩的這一派，今天包括了這個傅昆萁這一派，他們可是親共的哦。那如果親共的這一派兩邊鬥起來這麼激烈，我覺得還不一定哦。今天我跟你講，他是去得到了習近平的認證哦。那个你知道牛未央身上就蓋一個烙印，對，他那個烙印是蓋上去了耶。習要一個習字，但寶德哥，我認同你的講法，但我的觀點是什麼？首先第一個。牛許廷是黨中央的發言人，在第二件事情，你剛才講的我都認同，但是問題是，國民黨不是只有一股勢力，還記不記得為什麼習近平被逼到說今天突然間臨時臨了要把鄭麗文抓去談？是因為老美出手。那你想想看，老美到目前為止出到什麼牌？來，第一張牌 AIT 鼓勵演出來跟你嗆下。在第二張牌，我要求呢那個美國的參眾議員寫信給你，甚至呢對你國民黨這些人呢噼里啪啦的去罵，然後罵完之後，我人還再次呢來到了台灣。在第三件事情，我把盧秀燕叫去美國見一些也不知道是誰。但是這些牌，在我看來，以美國跟國民黨在這個黨政戰場裡面出牌，他只出到什麼？頂多是2條，頂多是3條。但是，請問一下，今天習近平見完鄭麗文之後，中國還有招式可以出嗎？我完全認同啊，他不就是把黑老大2打出來了嗎？因為今天習近平見完鄭麗文之後，就要一翻兩瞪眼，代表說你國民黨之後，中國已經使出他最大的力，你在不管是軍購案，或者是在總預算案，或者是在立法院裡面，你要全盤聽我的。但問題是，我的重點是，美國還沒有出到那最後一張牌。你未來包括川普，甚至是包括國務院，甚至包括白宮，他還能不能再角力？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因為我認為國民黨不是一個忠誠的政黨。或許鄭麗文他是習近平忠誠的狗，這個東西100%有問題。但是國民黨那些歪歪挑挑的一些我們講地方的諸侯，一些立法委員，對他們來說，有些人是錢重要，有些人是選舉重要，有些是政權重要。為什麼他們今天還做另外一個動作，叫民眾黨出來當槍使，說我要把會期延到7月31號？這個叫留一個春 Q， 也就是如果鐵了心，我就是要在這個會期裡面把這個軍購擋下。我講不用延會，我把這個會卡完了，那3個月真空，你民進黨全部給隨便下水，但他偏偏又要讓民眾黨跟國民黨2個人哦聯手投票，把這個會期往後延。在我看來啊，跨書板書，或許你今天鄭麗文拿自己的金字招牌，但國民黨這群沒有忠誠度的人，我不認為他們會下定決心。好，吳總，你剛剛一進來了以後，才覺得不可思議說。怎麼可能這樣對待鄭麗文？怎麼可能這樣處理？你過去，你是我們這裡唯一經過人民大會堂的，你是非常了解整個中國的這個禮儀。你曾經講過，中國不會有意外，而且剛剛講中國的禮賓司，所有的東西都精準到以秒為計算，怎麼可能會犯這種說？他今天為什麼要這樣子對待鄭麗文呢？忠誠對鄭麗文這個人來講的話不存在啊。鄭麗文這個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忠誠感，他是一個沒有忠誠度的人。這個我很了解，因為民進黨到國民黨，然後到國民黨以後，到現在變成極端的這個統派，這個整個過程中就沒有忠誠，所以鄭麗文談不上忠誠考驗，應該這樣講，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宗主國的一個對一個下屬的一個上下主從關係的一個展現而已。所以我看短輩。一個稅位就這樣講，你記得奧巴馬他給他搞過從那個飛機的從這個機腹用他的這個從飛機尾巴下車，然後紅地毯拆掉，對，他搞的是花樣多啦。英文有一個字哈，是從中文翻譯過去的，那現在還沒有辦法找到適當的字來解釋，叫做磕頭。磕頭這個字到中國來磕頭，
這是一個中國，因為中國是有發明的，对，就是這找不到適當的字來解釋什麼叫磕頭嘛，所以這就是磕頭啊。所以鄭麗文到中國，有人就講，這根本就是半套馬嘎爾尼的行程，就是啊，就是磕頭去的嘛。這個所以你不必要大驚小怪，是鄭麗文本身他甘之如飴，這才是比較奇怪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因為他自己喊話，所以他喊了幾個月，鄭麗文是剛好，但是鄭麗文甘之如飴。當然他很快樂嘛，他多快樂！你看他在去之前已經大聲講，他的當黨主席4個月來，每天就不斷的講，他要搞兩岸和平嘛，對，他要搞什麼政協會嘛。那我就講說，你講這個很不禮貌嘛，這個完全不通的事情啊，你怎麼可以亂講這個事情？現在你看到了。這個老共怎麼看到？老共的邀請函講得很清楚哦，因為他速度提出要來到大陸來交流參訪，對，所以他回應你的要求，然後我提出這個邀請函，他們這個細節搞得很清楚的。然後第二個，你看習近平那個態度，他聽得已經不耐煩了嘛，所以頭要搖一搖嘛，可以滾了。你看那第二個配合他的人是誰？王滬寧馬上知道。對，你還記不記得上一次把胡錦濤從那個黨代表大會拖出去的時候，那旁邊是不是王滬寧把他遮起來？王滬寧把手壓住，在旁邊不要再看了，不要再看這件事了，讓他幹了。王滬寧是知道這個懂得上意的人啊，他知道你恐怕差不多，因為廢話講連篇嘛。然後第二個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老美怎麼看這個事情？美國人怎麼看？對，美國人要今天這個。中美台三方關係裡面有一個基本原則，什麼原則？你記不記得？那時候有個Condoleezza Rice， 那個萊斯，他以前的國務卿，那就是當國務卿啊，當國家安全顧問的時候，國家安全顧問的時候呢，這個記者就問他，什麼叫做維持現狀？他說維持現狀誰決定的？他維持現狀，美國人決定的。那我現在問你，今天改變現狀沒有？他在嘗試改變現狀嘛？他現在跟中國共產黨的互動的情況之下，就產生一個近政治的一個交流跟對談了，然後回避了哪一個？回避了執政黨嘛？他破壞了台灣政治的一個生態的一個平衡感嘛？對，這個平衡就是什麼？這個就是改變現狀的一個開始嘛。所以美國人觀察說，你到底是趕着搞什麼？改變現狀，你改變現狀到什麼程度？因為這個現狀的維持是由美方，美國人認為是我美方決定，你中方不能決定這個事情，他不同意中方決定哦。那你現在準備要動這個事嘛？對，所以美方一定會有反應嘛，100%會有反應。你再稍晚或者明天或後天，或是說他測試第二個很重要的，你剛剛講的，就是中國國民黨的態度，在立法院，你不是整個黨到底是什麼樣一個黨？是親中，我們知道嘛？那親中到我能不能夠容忍跟接受嘛？今天就搞了半天，可能已經過了美國的紅線哦。你不要以為大家都在考慮啊，是不是中國什麼反應？美國有紅線的。可是我很好奇哦，你就算過了美國紅線，美國能幹嘛？美國當然能幹嘛？開玩笑，美國人幹的事情多了。真的嗎？美國在台灣，台灣是真正老大是美國，台灣是美國的勢力範圍，這是確定的事情啊。對不對？他過2天，我跟你保證，你看了美國軍艦用台灣海峽給你弄2條來走一走，給你看看，就是賣給笑，他一定有動作的，不可能沒有動作，而且一定在川普要在見他之前，他一定有一些軍事級別的一些動作。川普要跟你見面之前，先趕緊把人給再看見面，他的習慣是這個樣子幹的。你現在搞這一套就是搞川普嘛，他就是搞川普啊！我告訴你，我直接把你牆角挖過來。現在跨前面了，台灣我完了，我有影響啊，我有我的咖嘛，而且最大在野黨說我們现在我就挖過來了，然後軍售就不給你過啊，沒你要弄啊，大家僥倖嘛，對不對？那到底他們有什麼做了什麼福國利民的，或者有什麼承諾的事情，講了一大堆聽不懂的話嘛，毫無實質上的建樹，但完成了一個禮儀性的安排。這禮儀性的安排就在這個細節上，讓你看出來說。中國是台灣的宗主國，對，我沒有把你台灣當然是中國一個省啊，它的概念是這個概念啊。中國國民黨當然是比我小啊，什麼叫政黨交流？沒有這回事啊，對不對？所以它的規格就給你定出來是這個樣子。都不擔心台灣人民害怕嗎？
他害怕也是統治的一種方式啊。中國有14億人口，怕不怕共產黨？怕，他怕死共產黨啊。所以恐懼感的創造本身就是一種統治治理的方式之一而已嘛。那今天我不覺得鄭麗文有感到被羞辱，只是他的無知可以掩蓋他所有一切的這個醜態，如此而已。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在學國際關係的人，你們都覺得那個框架非常重要。為什麼今天鄭麗文去中國要講？我今天反對台獨，我要9·2共識，而且剛剛講兩岸是兩岸人民的事情，外部不能介入，這個很清楚，就是我就是進到了中國的敘事框架，只要進到了中國的敘事框架，它就可以為所欲為。你講那個東西，我本來就沒有想到說，我們以前小時候聽過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搞了半天是原來當時蔣介石5次剿匪，5次剿匪把他打到延安，打到他快活不下去了，快活不下去才講，我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結果呢，就把張學良搞了一個西安事變，搞了西安事變了以後，搞到舉國嘩然，然後才真的開始全面對抗中國。可是當对抗中國、抗日結束之後，誰開始殺中國人？開始就是共產黨殺中國人。你知道，我們今天查了一個數字非常可怕，在整個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的軍隊被中國共產黨殺，還不是傷哦，光是殺就是60萬到100萬之間呢。對，你難道你相信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我是不相信的，因為從來不會相信共產黨的話。套一句黃國昌到美國訪問的時候，美國人跟他講，他們從來不相信習近平講的話。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的時候，就講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今天你看到他給鄭麗文穿的小鞋，他給他的排場，我告訴你，他們中國共產黨本來做的事情就是故意給你穿小鞋。你知道，在去年年底，本來川普要在 APEC 跟習近平見面的时候，習近平做了什麼好事？你知道嗎？習近平到了首爾去租了一個飯店，他寧願不要在慶州見這個川普，他在首爾，然後故意要給川普穿小鞋。為什麼？美國人不知道嗎？美國人知道之後取消，不要在首爾。為什麼在首爾的星羅飯店去見川普是給川普穿小鞋嘞？對，因為如果你到我的飯店來，然後我可以安排整個行程，我可以安排那個規格，我可以安排什麼樣的會議廳，我可以安排什麼東西。為什麼今天在東大廳？為什麼他不安排福建廳？都是經過中共精心巧妙的去計算的。對，所以最後來講，他們安排在我的地盤。對。所以他知道說，在我的地盤，我要做什麼事情，你只能配合我。所以現在為什麼傳出說川習會？那中國官員說，為什麼你美國人都還不來瞧事情？因為美國人不會跟你瞧這個事情，因為美國人要突擊，要告訴你說，我要隨時給你將一軍。所以你剛剛講在那個星羅飯店，本來中國把一棟大樓都租了，把飯店都租了，租了以後要跟川普見面，川普說不。那是你自己租的，你搞定的，我完全不相信你。所以在另外一個飯店搞了一個會議，兩個人在那邊談完，馬上就走了。是不是美軍基地？美軍基地，對，釜山的美軍基地。然後大家都要搶主場，對，搶主場。所以川普談了完之後，做了空軍1號，馬上就走了。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川普要展現說，這是我的主場，不是你的主場，一樣的道理。所以今天習近平見了鄭麗文的時候，就是這個主場是習近平。我想到什麼，你知道嗎？我想到當兵的時候。當兵的時候，有時候會讓你做最難看的事情，幹嘛？我就是要讓你聽話，讓你乖，完全的服從。越是這樣子，你越是經過那個非常不堪的過程，你的服從性會越高。你知道我們的特戰部隊在最後有一個動作是什麼？要跳到糞坑裡面。跳到糞坑裡面，那糞坑裡面我會丟一個錢幣或丟一個什麼東西，你要在那個糞坑找出來。可是經過這個東西之後，他的忠誠度、他的服從度完全都是100%了。是因為你的尊嚴全部都下來了嘛，所以你只能聽從長官的話嘛。所以今天他要鄭麗文做這件事情，但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其實不要忘了，剛剛我提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習近平在什麼時候講的？就是告台灣同胞書裡面他有講過什麼？就是一個中國台灣方案，1國2制的台灣方案，現在進行是。習近平就在做這件事情，他要在台灣找一個可聽話的代理人。對，那現在鄭麗文就被他找到了，而他現在來講，你看到李春英也好，李貞秀也好，徐春英也好，李貞秀也好，這些都是中共正在安排的事情，現在 ING 進行中。還有，你講的這個有一個關鍵，就是為什麼現在他要這樣對待國民黨？因為你在徐春英跟李貞秀裡面講說，他們對國民黨是有抱怨的哦。
他們都說你國民黨拿錢不辦事，國民黨跟我承諾了很一堆多東西，所以我什麼也都沒做，所以他們後來才去寄望民眾黨。所以今天我要在國民黨內要找一個人，我不要再聽你跟我胡說八道，我不要讓你再跟我刀切豆腐兩面光，我一定要讓你100%，而且你毫無退路的只能聽我的話，所以才有今天的這個場面呢。是啊，所以你抵抗共產黨，你會有什麼下場？就是我們看到國共內戰的時候的下場。你知道長春戰役啊？長春戰役共軍10萬人，國軍10萬人，結果呢圍城的時候，因為他們本來是計算說圍城打援嘛，你如果瀋陽上來的國軍來講的話，我就把你這個援助部隊把它切掉。但問題是說他的怎麼圍城呢？他當時的做法是什麼？直接把城圍起來之後，不讓你裡面有不任何補給機會，然後呢讓你裡面的災民、難民、飢民來講的話，來跪求我是吧？我把你趕回去，如果你不回去，我把你殺掉。這個難道一個平民百姓能把你殺掉嗎？國民黨曾經有敘述過這個過程當中，在打人的時候，不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對啊，不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啊！你第一波上去的，你結果呢，讓國民黨軍打的，但國軍打的是誰？是老弱婦孺、老人，後面上去的小孩子，再上去的就是年輕人、年輕的婦女，怎麼樣之類的，之後才是共軍上去。所以共軍常常就是用老百姓當作肉牆，然後用老百姓吃垮那個守軍。對，長春戰役當中的守軍，而且後來聽說人吃人。對，後來人吃人，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就是用這種方式把你的民心鬥倒之後呢，去全部跟中國輸城。就算你跟中國共產黨輸城的情況之下，你還是被派到第一戰場去。比如說韓戰，我們看到韓戰死了很多的國民黨部隊，為什麼？因為投降。那投降的結果的下場就是變成這樣子，不要再講西藏，也不要再講新疆了，這個都是一個血淋淋的一個故事。所以從來沒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只有中國人會打中國人。好，所以吳總，其實我有仔細去研究這個遼沈會戰。遼沈會戰之後，我就後來看了以後，我就有一點毛骨悚然。毛骨悚然，剛剛講那是林彪的部隊，林彪的視野進到這個地方。林彪有個大戰略，就剛剛講圍長春，我要守錦州。攻塔山，就搶這3個地方，搶3個地方以後，你知道林彪有一個毛病，林彪有生過病，他生病在什麼？你知道嗎？怕風、怕水、怕生、怕所有東西，所以他在所有的他的房間是一個完全密閉的空間，沒有風、沒有光、沒有水，甚至連一點點的聲音都不可以有。他這樣的一個寂靜無聲的環境裡面，他對外界都是沒有 mercy 的。外面的死傷數字對他來講就是數字哦，他每天就要從各個地方收到今天長春死多少人，今天哪裡死多少人，哪裡死多少人，他是看到數字，他完全沒有那種感覺。然後呢，林彪就是在這種完全寂靜的狀況下，他只吃大豆，他就咬着那個大豆聲音。他的司令官說，他每天咬那個大豆，咔咔咔，然後就看着地圖，然後呢匯報，然後就跟我講，你攻殺圍堵，用這樣子。居然就把整個長春圍城，在裡面讓他人吃人，然後就把整個國民黨廖耀湘的部隊，廖耀湘部隊是當時这個國民黨最強的裝甲部隊，就把它給殲滅掉了。今天不是過去林彪打國民黨那麼簡單的，你今天他面對了全世界第一大強國那個是美國如果用美中的戰略，他說今天他所有的秀，包括車上等1個小時，都是秀給美國人看的。他不是秀給美，他不跟他養那條狗不要不拿出來遛狗遛給人家看啊。中國國民黨是我的小弟，當然是給你看看啊，給老美看啊。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哦，不要你注意哦，今天是5對5，對不對？5对5裡面的話，是不是有2個美國專家被排除掉了？蘇起沒有在裡面哦，還有另外一個那個叫什麼？袁健生袁健生也不見了。為什麼這2個都不見了？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最關心這個5對5在裡面講什麼東西啊？他最重要的是這個忠誠啊，你知道吧？所以他把它說到5對5啊。以前有沒有7對7過？所以他不相信蘇起，當然不相信袁健生。你會告訴老美啊，一般你在裡面，因為他不是說裡面講什麼，包括觀察習近平的健康，包括習近平的眼神、皮膚、膚色，所有的細節。中央情報局會通通都想要知道，對，因為這個是近身觀察，這個叫做重要的人事情報。對，如果你搞個這個袁健生跟蘇起在裡面，那我怎麼弄？他會把你排除掉。對，所以他這裡面有很多其他的安全的考慮。這個大國的鬥爭啊，你不是一個
歷史是可以參考啦，對，但是歷史只是跟今天物換星移哦，條件變更了很多，中國已經不是當年的中國了，中國已經是讓美國感到必須要嚴肅對待的一個國家。所以你剛剛講的蕭旭岑啦、李乾龍啦，現在這個張榮恭是中國可以信任的人，沒有問題啊，沒有問題啊，他們跟 CIA 沒有什麼聯繫啊，他們在土包子嘛。對不對？你說這個李乾隆耍中波爾奇三重是市長，他不那個 AIT 不會去找他嘛？台灣的 CIA 不會跟他談嘛？你過去有任何美國關係，那就算你現在已經投誠到了中國，我也不會相信你。當然不會相信，他不是還有一個美國，這次還有一個非常亮點，一個小姐，一個小女生，30歲，對，長得很漂亮，在上海長大，在美國讀哈佛，也沒在裡面。當然不能在裡面，這個連幕僚都不准進去。你們看前面5對5，後面一排，對，國台辦人幕僚坐在後面，在後面在做記錄。那台灣幕僚呢？沒有啊，就是天天奄奄的跟等於困的啦。所以這個裡面他們的安排是很細膩的，他也知道美國人想知道什麼東西，所以他把這個通通都把它圍堵的非常好，不是那麼簡單。好，所以宇軒剛才講的，那現在出現這樣的狀況，很多人問那國民黨怎麼辦？那國民黨現在還要在黨軍購，國民黨現在這個總預算現在變成了1人1把號，各抽各的調了。保羅哥，我認為是這樣子哦。首先第一件事情哦，剛剛特別提到說，習近平在跟這個鄭麗文見面之後，整個台灣兩岸的局勢會產生什麼變化？但是大家不禁會關注到一個點哦，你要定性定調很重要。包括請問一下哦，他最近在黃海哦，還沒有持續在炮擊軍演，還是在軍演？包括今天的共機老台，還有沒有持續在共機老台？那如果說是按照過去的這所謂的兩岸和平的論調，也就是說呢，今天有和談躺平呢，你就可以換到和平的話，這些外圍的這些干擾跟騷擾其實不會發生的。他等於是要在表達一個概念，也就是我跟你談是我跟你談，我只是要驗證說今天我對於你國民黨具有高度的控制力跟宰制力，而且你跟隨着我的敘事，跟隨着我論調，也就是一個中國也好，反對台獨也好，包括對於中華民國的偉大復興也好，我需要你把這個口給開出來。所以鄭麗文他今天其實有加碼，今天習近平他講到一個重點，他說包括台灣地區過去是我們中華民族在外面開疆闢土，以及我們傳承數千年的歷史，以及面對未來共同的文化。他直接跟你講，他講一個現在的中國叫做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且還講了一個東西，他說在日本的時代裡面，台灣人是用生命跟鮮血捍衛祖國統一。對，生命跟鮮血。對，他說台灣人為什麼那時候要抗日，是因為心繫中國。他把這整套論述講完之後，因為鄭麗文的話我不用提，他每一個都是附和習近平的說法，就是你說的對，組織說的對，組織說的好。但是他問題重點在哪裡？在我看來不是談，是我要把你踩在腳底下。也是你今天鄭麗文來之後，我要驗證說，我今天把你踩在腳底下。好，那這時候踩完之後，當然，我請問一下，我打你，我一邊跟你談，我還需要說尊重你，說禮貌一點，還說我今天共機都不來了，我今天軍艦都不來了嗎？這是第一個問題嘛？這是第二個問題。那你說立法院到底國民黨會不會因此而就是說按照習近平的意願？我跟你講，這分兩邊啦。首先，國民黨內部哦，包括你講到的像傅崐萁，或者是陳玉珍，或者是某些本來就對於中國有一定意識形態或親中路線的立法委員，我認為這當然是按兵不動，該怎麼擋就怎麼擋，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但我認為真正有問題、有玄機的地方是在哪裡啊？國民黨內部，你說包括江啟臣也好，包括有一些親美派也好，會不會趁着機會伺機而動？我認為還是有這個可能性。現在很多人搞不懂是，你鄭麗文現在跑去了，跑到中國大陸去說你要去延續2005年連戰當時去中國兩岸的交流，還有台灣的經濟。可是現在等於說時移完全不一樣了，情勢完全不一樣了。現在台股根本不需要中國，我們現在台股剛剛講，我們現在不斷的創新高，今天又大漲。台股比我們講的最近要跌的時候，台股会不会跌？会跌，但是我們跌的比人家少。可是一漲的時候，我們漲的比人家多，多了以後，現在台灣已經不漲。台灣現在在整個的 AI 的情況下，在中美大對抗的情況下，台灣真的已經變成了一個風水寶地。是從你在講。台灣的這個榮景可期，榮景可期，剛才講的，現在台灣已經不是拼毛三到四，對，台灣現在已經不是拼財務了，也不是拼現行了，我們是實打實的，真的在現在我們的技術有大幅的提升。沒錯，我們剛才講到鄭麗文去中國見這個習近平，好像台灣跟中國關係很密切，對不對？但是今天台股在往上走的時候，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你知道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對於他去見習近平，大家好像覺得沒有無感，原因就在這邊，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經濟現在不是靠中國，靠什麼？靠美國。好，那我們剛才講，實際上這一波台股非常非常強，
寶傑，那我們這一波的高點是35579，現在跌下來，川普那邊打仗跌下來之後，現在今天已經來到35500，這樣35417，距離歷史新高只有100多點，大概只有0.4%，這是全世界距離歷史新高最近的。韓國都還距離7%，我們就距離這麼近，所以顯見台灣又比這個美國還要比韓國要更強。那為什麼這麼強呢？因為很簡單，台灣真的是業績端出來。今天下午台積電公布它的營收是4151億，創了歷史新高。3月創歷史新高，你要知道它1月的營收又創了歷史新高。所以為什麼台積電股價會往2000塊挺進？原因就在這個地方嘛。所以就是今天台灣的這個榮景不是靠風，不是一時的時勢，是實打實的，是說，對我們現在的剛剛講我們的經營的能力，我們的技術的能力，還有我們在市場上不可或缺的能力。對，很多這個創新高的股票，你去看，要不是營收創新高，就是次高，所以顯見真的是有基本面，真的有賺錢，真的在那邊支撐的好。那當然，台灣的這個除了台積電這麼厲害之外，下禮拜台積電要法說，禮拜4，所以台積電法說之前，當然股價會繼續往上衝。另外一種還有兩個台，一個是台光電啊，台光電今天股價也來到3400啊。3400，它業績也是端出來了。還有另外台達電，台光電都3000，對，台達電也出來了。台達電的現在業績來說也是非常好啊，它也是創新高啊，它股價也1700啊。那台達電，寶傑我跟你講，台灣除了台積電之外，台達電也非常厲害。你知道以前我們都認為說台灣的二哥是鴻海，对不對？市值二哥是啊，現在已經不是了。誰？現在市值二哥就是台達電。而且台達電多厲害呢？台達電現在有2家公司，一個在台灣叫台達電，它的市值大概5兆；另外一個公司它在泰國叫泰達電。而且那泰達電現在也是，就是泰達電，它現在也是它是泰國第一大上市公司，泰國第一大，对，它是泰国第一大，它现在的市值是1000亿美金，它折合现在币是3.6兆左右，它是市值最高而且突破1000億美元的上市公司。它在你可以試想嗎？台灣的公司的子公司在海外泰國變成是泰国第一大上市公司，你就知道是这个在我們過去都沒有想過台灣居然有這等何等的榮景啊！所以我就說，不是只有台灣在瘋台灣的科技股，連泰國人也在買台灣的這個科技股哦。那你想說台達電為什麼那麼厲害？台達電簡單來說，它就是跟 AI 電力有相關。我們都不是說過嗎？這個包括說像伊隆馬斯克，或是很多人都說這個 AI 的終點就是電力。那電力來說，台達電做什麼？台達電做的就是這一塊 DC 的這個 Power Switch 這個一塊。那是做什麼呢？因為事實上現在我們所有的 AI 伺服器是不是都需要非常大的電流？對，需要非常大的電流的時候，如果我如果要傳電過來的話，從很遠的電場傳到我這個地方，會有大量的這個電源的這個縮減嘛。所以現在怎麼做呢？電廠發出電之後，它發的是交流電，然後用轉成直流電，直流電傳輸的非常快之後，進到這裡面來，再由直流電再轉交流電進到這個機櫃裡面。所以它做的就是這個轉換器。對。這個交流電轉直流電，再轉到機櫃裡面。對，那因為我們知道機櫃需要一個非常大的壓力，需要電力，所以我用高壓電進來之後，再從高壓電轉成低的這個直流電。這個技術很難啊。台達電就是專門在做這個轉換器。那我們知道每一台機櫃現在都需要這些東西，這個轉換，反正只要牽扯到電力的，包括說什麼 BBU 的，或者說什麼所有的電力解決方案，台達電完全都有。對。所以為什麼台達電這麼的強？所以就是全世界目前為止的解決方案，它是獲得輝達的認證的解決方案。那且現在下半年要開始大量的這個出貨，對，所以等於是說它有獲得了一個非常特別的這個利基。你講這樣很可怕，就是在整個 AI 的生態系裡面，你中心的腦中，我們講的這個 GPU， 對，台灣做的，對，那你需要有動能，對，這個電力台灣有台達電，是，你要跑得很快，我們剛剛講的這個什麼叫 PCB 吧，我們有，那你要組裝。組裝我們也有，對啊，所以才說為什麼台灣那麼強，就是因為 AI 之下，你只要看台積電就知道 AI 的商機絕對非常大，因為它是出貨給輝達，輝達出貨出去，它就是做成機櫃嘛，所以就是等於是它又一體成型了。另外一個台達電跟台灣公司比較不一樣一點在什麼地方？抱歉，我覺得台達電很厲害，為什麼？我不知道台灣過去的公司是怎樣，我有公司的，我會把我好的東西呢，把它切割出去，對。變成了子公司，像聯發科、聯詠，以前聯電不是就這樣子嗎？那你看以前的緯創，他就把這個緯穎把它切割出去。對，但是台達電跟你做相反，他是把好的東西都收進來，他從來不會切割。你看他這幾年買了這麼多的這個國際大廠，去這個挪威投資、美國投資、加拿大投資，然後去德國投資，他還買了台灣的這個精銳，然後買了很多。那過去還買了什麼乾坤一大堆，他都是這樣，他都是把它收進來，他從來沒有切割出去。對，這有什麼好處？會讓它越來越強，
所以你買台達電為什麼會越賺錢？因為它就是這樣。那一般人都是把它切割出去之後，我把好的切割出去，我當然會越來越弱啊。對，所以才說他做的方式跟完全都不一樣。好，委員剛才講的台積電這兩天要法說，現在我們就大家跟着台積電走。可以說台積電當然漲得很快，可怕的是台積電旁邊的小朋友長得更快，所以你要去觀察這個生態系是要全面的觀察。我跟你報告，其實我們看現在其實先進製程的部分，在台灣大概佔了70%左右，可是根據研調機構，到了2032之後，台灣的佔比是48%，那跑到誰身上去？跑到美國身上去。美國的先進製程到2032年會變成28%，這就是為什麼川普他會念茲在茲，一直希望台灣的半導體能夠搬過去的原因。好，那既然能夠搬過去，就有很多的廠商能夠受惠。對，所以我們像之前我們跟各位提過的類似像德興大聯盟这些相關的公司。好，我們現在來舉一個例子。剛剛世聰哥有講嘛，現在台北股市準備創新高，但是呢，已經有一個東西創新高，叫做上櫃的 OTC 指數，已經在今天就創下了歷史新高。那它創下了歷史新高之後呢，帶動了很多的新貴公司出現大漲，比如說有一檔叫做7856的漢測。那其實我們知道，上市公司的所謂的股王股王的部分叫做所謂的信華，但是呢，信華是上市貴公司的股王，新貴的股王叫做漢測，它是做探針卡，股價漲到多少？3500塊。他現在的榮譽董事長，就我們剛才講的第一批 RCA 的這個工程師的許金龍先生。所以呢，現階段來看的話，這個探針卡本來探針3雄，現在已經變成探針的7仙子。好，除了這一檔以外，另外第二檔755代號7556的易德視，這一檔的重點在什麼地方？其實我們剛才講德興半導體，其實之前其實節目有提過一檔股票叫做應能科技，對，專門做什麼橋曲啊，防這個氣泡啊，今天股價又漲停板。漲到了2600多塊，漲到2600多塊，它就是在德興大聯盟。德興大聯盟是18間18檔，對，來對了18間18家英雄好漢在裡面。好，誰是盟主就很重要，誰是來對檔就是這個所謂德興半導體裡面的易德視的這個闕勝哲董事長，他就擔任這個德興半導體董事長。那易德視這家公司很簡單，他就做2件事情，一件事情叫做真空吸盤。你說真空吸盤，对，寶傑哥說真空吸盤有什麼了不起？這個東西很重要，為什麼？當晶圓吸附在上面的時候，如果有任何一點點不對位精準的話，它就會什麼？它的曝光就會失敗，它的時刻就會失敗，它的成績就會失敗，那導致什麼？導致這片晶圓就報廢掉了。另外一個部分，防止橋曲。我們剛才講，像這個，比如說這個應能科技，防止起泡。漲到2000多，三泰士防止橋曲能夠漲到1700，那我們就想一件事情嘛，為什麼一開始就不要讓它發生，對不對？它的所謂的真空吸盤把它的受力面積做個平均的動作，它就不會發生所謂的翹曲跟所謂的一個起泡的動作。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叫做全幅的橡膠封膜的材料，那這個材料又在哪裡？比如說我們剛才講先進製程的蝕刻所謂的堆積，那以及呢曝光的部分會用很多的特用化學這些材料進去，那還有所謂的氦氣、氖氣，那它的所謂的一個橡膠的封膜就是把它封住，不能拉外泄。你說這有什麼厲害？因為在2奈米當中是完全的高壓。高溫，然後呢，這個抗強酸、抗強鹼，你不能有任何都起一點點粉都不行，你起一點點粉就等於落塵嘛，落塵掉到晶圓去就派系啊。這個就是它重點當中能夠讓大家做一個表現，這就是這個易德視。那另外呢，還有一檔我覺得也很特別也是在新貴，叫做7768的這個宋盛科技。你說這檔公司到底特別在哪裡？它過去寶傑哥也知道，它做這個。與那個網球拍網球拍那個手把的 PU 的泡沫，後來這間公司的董事長發現，我如果把這個材料拿去做所謂的晶圓的一個研磨板的部分，它的所謂的營收可以10倍跳。所以呢，這間公司在新貴也漲到了400多塊。那既然這樣子的話，這些相關的公司，我覺得都值得大家做留意的。所以說我今天台積電不是只有一個台積電，人家講台積電不可被取代，是因為我不是只有台積電，是我有很多台積電的小朋友，我有很多的台積電的這些小兄弟，是大家累積把每一個小細節都做到100%。你剛剛講的，包括那個真空吸盤，才可以做得這麼好的。對，沒錯，而且重點是要跟着台積電的2奈米現在有做到2奈米才是重點。像漢測、易德視跟宋盛都有做到2奈米，就有機會成為未來的黑馬。所以台灣等於說我有一個2奈米的生態，是，也就是說我2奈米所有的東西我都有。對，而且呢，2奈米就是台積電專門去扶持，而且台積電已經定調，今年就是2奈米的元年。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傑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佈局。